欢迎来到这份全新的深度解析。说真的，今天我们不谈那些虚无缥缈的魔法，而是要带你用科学的硬核视角，彻底打破显化的迷思。你是不是也试过在床头贴满法拉利啦、豪宅的照片，每天努力冥想，结果隔天醒来，哇，不但什么都没发生，还只收到了这个月的信用卡账单。如果你觉得吸引力法则听起来很棒，但自己操作起来就是毫无反应，那你绝对来对地方了。真正的丰盛啊，从来都不是靠空洞的幻想。在这份解释中，我们会把抽象的吸引力法则变成一套结合大脑科学、心理学，而且真的能落实的强大系统。准备好颠覆认知了吗？我们这就开始。好，那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重点。我们总共会经历5个阶段，从拆解显化失败的原因开始，接着介绍一套超强的双引擎解决方案，然后带你潜入大脑，认识你的专属成功雷达，再来会进行关键的现实检验，最后呢，教你如何避开那些危险的心理陷阱。走吧。首先来到第一部分，幻想与问题。我们来聊聊为什么单纯的许愿根本换不到财富。我们就来面对现实吧。追求成长的路上，谁没写过愿望清单呢？每天对着宇宙发送订单，结果宇宙通常都是已读不回，对吧？为什么那种只要躺在床上想象，宇宙就会把法拉利送到你家门口的魔法思维会彻底失效？因为它不只完全不符合现实世界的运作，最可怕的是，它会不知不觉把我们的大脑惰性给合理化。它会让我们以为单纯的幻想就是实际行动，以为只要想得够用力，就可以跳过所有流汗努力的过程。难怪你的愿望清单最后总是变成一张废纸。要搞懂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得先看看大脑里的一场拔河比赛。你可以把我们5%的显意识想象成一位骑象人，而剩下呢95%的潜意识呢，是一头巨大无比的大象。当你许愿的时候，骑象人拼命喊着我要成功，我要变有钱。但是如果你过去的经验充满挫折，那头庞大的大象其实在心里尖叫，骗人，根本不可能啦，我这么糟怎么可能做到？当骑象人和大象目标不一致，大象因为恐惧往反方向狂奔的时候，你觉得谁会赢？绝对是那头95%的大象嘛。这就是为什么你每天念正向肯定句，却总觉得像在骗自己。所以最关键的问题来了，你向外发射出的真正讯号到底是什么？当你咬牙切齿、超级焦虑地说我想要变有钱的时候，你散发出的其实是极度强烈的匮乏感。你的大脑和潜意识接收到的讯息是，我现在很穷，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我才想要啊。这会把你困在一个不断缺乏的死循环里。你要知道，思想是跟着感觉走的，你不可能用匮乏的感觉去吸引丰盛的结果。你必须先让大脑提前预演丰盛，去感受那种你已经拥有它的平静和喜悦，这样才能真正改变你发送出去的生物频率。接着进入第2部分，双引擎解决方案。我们来看看怎么追踪行动跟吊效频率。接下来这个概念非常有意思，既然知道大象跟骑象人会打架，该怎么办？这套系统最巧妙的地方，就是把它结合了中国古代用来约束道德的功过格概念，完美升级成了现代版的原子习惯与信念追踪器。想象一下你的一天，今天下班你没有无意识的滑手机，而是专心读了10页理财书，太棒了，这就是济公里的一个原子习惯。可是如果你开会时心里突然闪过，我这么笨，不可能学会理财了，这时候你就要在记过栏里精准抓出这个限制性信念。这绝对不是要你惩罚自己或是感到内疚哦，而是要像抓电脑 bug 一样，把藏在潜意识里的木马程式揪出来。每天这样记录，我们一边累积外在实力，一边清理内在路障。白天追踪了行动，我们还需要深度的情绪调教。
这就是睡前感恩仪式上场的时候了。为什么一定要睡前？因为在你准备睡着的这段时间，是大脑潜意识最精华的黄金输入期。当你写下3件感恩的事情，你就像是在大脑进入休眠重组之前，强制输入了一段我很丰盛、我很满足的正向程式码。它能瞬间把你从一整天的焦虑匮乏切换成平静丰盛。当你带着愿望好像已经实现的安全感入睡，你的潜意识整晚都会帮你处理这些正向数据，慢慢把那图庞大的大象给安抚下来。第3部分，大脑的成功雷达，我们来硬核解析一下网状激活系统。当你做足了前面的功过格追踪跟睡前感恩，接下来发生的就不再是什么魔法，而是实打实的神经科学了。隆重为你介绍你的网状激活系统，简称 RAS。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大脑里一位超级严格的夜店保镖。我们每天走在路上，滑着手机，随时被几百万个资讯轰炸。如果大脑全盘接受，我们早就崩溃发疯了。所以这位 RAS 保镖的工作，就是无情地把无关紧要的杂音挡在门外，只放行那些你觉得重要的资讯进入意识，这完全打破了吸引力法则的神秘感。它说穿了就是一种精密运作的生物学机制。也就是说，当你透过白天的行动跟睡前的感恩，成功到内外一致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帮这位保镖重新设定 VIP 白名单。一旦潜意识真的相信了丰盛的目标，你的 RAS 就会变成一只超级敏锐的猎犬。那些你本来走在街上根本不会注意到的商业点子，聚会里能帮到你的人脉，或是书里的一段关键灵感，现在全都会在茫茫人海中闪闪发光，被 RAS 直接推送让你眼前。你以为你开始吸引好运了，其实是因为你的大脑终于睁开眼睛，看见了那些一直都在你身边的机会。第4部分，现实检验，我们要用心理对比来消除空虚的白日梦。如果我们的系统没有一个安全刹车，很容易又会掉回那种空虚的幻想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心理学上非常厉害的心理对比技巧。这不是在教你冷水哦，而是要你刻意去看见眼前的障碍。你想想看，没有地面的摩擦力，车轮就只能原地打滑，对吧？同样的，如果大脑只看见美好的未来，他会觉得任务完成了，然后就开始耍废。你必须强迫自己把目光拉回现实，去看见理想跟现实之间那个巨大的落差。只有当大脑看见了这个障碍，它才会真正启动解决问题的战斗机制，擦出行动的火花。从这里，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有毒的魔法思维跟科学实践真的差很多。如果一味沉溺在云端的白日梦里，刻意无视眼前那面挡着你的砖墙，最后只会带来零努力跟深深的无力感，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下手。但是，当你运用心理对比，勇敢直视那面掌腕荆棘的高墙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你认出困难，你的 RAS 雷达就会开始帮你找梯子、找铁锤、找任何能打破界面墙的工具。这种直面现实的勇气，才是推动你跨越障碍最真实的燃料。第5部分，真实丰盛的护栏，我们要来学会避开危险的心理陷阱。在完全掌握这套系统之前，我们必须给自己架设心理健康的护栏。现在很流行的显化文化里面，有毒的正能量是超级危险的陷阱。千万记得，在记录公购格的时候，绝对不要为了假装正向而去压抑焦虑或悲伤。心理学告诉我们，焦虑是大脑在提醒你前方有危险，该做准备了。盲目压抑这些情绪，只会让你内伤。还有一个可怕的陷阱是谴责受害者。不要觉得每次失败都是因为你信念不够，还是频率不对。我们必须客观承认，这世界本来就有巨大的结构性问题，有时候也真的就是运气不好。我们能做的就是优化系统，尽人事，然后健康的接纳任何结果。所以说，
真正的丰盛从来都不是魔法，而是内在频率跟外在行动的完美对齐。当你透过睡前感恩，在潜意识里重塑了丰盛的内在，同时又透过现代版功过格，持续累积外在的原子习惯，你的大脑雷达就会为你精准导航，把愿景稳稳地变成现实。那么，在结束这份解析之前，我想留一个问题给你思考：今天晚上，你打算在你的现代版功过格里记录下哪一个微小却充满力量的行动呢？希望这套科学实践蓝图能为你带来真正的改变。我们下次见啦！